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可能真的会刷新你对上瘾的认识。无论你现在被什么困扰，无论你觉得自己的瘾有多大，说不定都能从中找到些灵感。我们通常觉得上瘾吗？那肯定是因为这事儿能带来快乐。这话有道理，但也不完全对。很多时候，那些深陷其中的人在反复做那些事时，早就感受不到快乐了，可一旦停下来，那种痛苦简直无法忍受。为什么会这样呢？我给你讲个我的亲身经历。我高中时学习一般，加上课业压力特别大，很快就习惯了去网吧打游戏。因为只有在电脑前拿着枪突突突敌人时，我才能稍微喘口气，感觉高中生活还有那么一丝乐趣。所以从一开始，我就是为了逃避学习的痛苦，才选择用游戏麻痹自己。后来呢，我上课时总想着游戏，无时无刻不对游戏充满期待。结果呢，学习任务更重了，压力也更大了。学习的痛苦让我对游戏产生了更深的依赖和渴望，瘾也就这么形成了。即便玩游戏已经没有了第一次那种快感，但如果不玩，我就只能回到现实，承受学习的痛苦，想想都难受。很多瘾就是这么产生的。你想想看，你每天朝九晚不知道几点地下班，每天扛着养家糊口的重担，工作和生活的压力把你挤压得一点空间都没有。或许只有跑到厕所抽根烟，刷会儿手机，或者深夜时分玩会儿游戏，喝点啤酒，才能带来片刻的愉悦感。因为只有在这些时候，你才是最放松的。不过，享受完多巴胺带来的快感之后，痛苦还在原地等着你，而且前后的落差会让你觉得更痛苦。于是，你一有机会就选择开溜。逃避虽然看起来不光彩，但确实有用，也挺有趣的。在痛苦的驱使下，你对快乐上瘾了。这种快乐可能是烟瘾、酒瘾、性瘾、网瘾、手机瘾、游戏瘾、食物瘾等等，凡是能刺激大脑释放多巴胺带来快感的行为都有成瘾的可能性。而且多巴胺的释放量越多，就越容易上瘾，一旦上瘾也越难戒掉。好在今天我们要聊的方法可是来自于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成瘾医学教授安娜·伦布克。在过去的25年里，他一直致力于治疗各种成瘾问题，无论是赌博、电子游戏还是海洛因，可以说在戒瘾这方面他有着绝对的话语权。比如他在书里提到了一个案例，一个年轻人从17岁开始抽烟、酗酒、吸大麻，18岁吸食可卡因，19岁又换了别的药，20多岁时又接连使用了许多我听都没听过的药物。当他来找伦布克教授时，已经使用了14种药物。所以跟他比起来，我们那些瘾啊，简直就是小儿科了。为了让大家更容易理解成瘾的原理，我们还是得先认识一下多巴胺。这个东西简直就是神经递质里的通用货币，科学家们通常用它来衡量某种体验让人上瘾的可能性。比如，巧克力能让大脑中多巴胺的释放量提高 55%， 性行为能提高 100%， 尼古丁也提高 100%， 而一些毒品的主要成分苯丙胺能让多巴胺飙升 1000%。 很明显，这些东西的成瘾程度也是不断提高的。所以有些行为一旦尝试了，真的就很难戒了。有人可能觉得我就尝试了一次，我意志力强，没问题，不存在的。错了，因为戒瘾的痛苦也可以按照这个量级来评估。有人形容戒毒的感受，就好像浑身骨折之后还在不停地挪动身体，想想都头皮发麻，对吧？大脑中只有极少量的脑细胞能产生多巴胺，但就是这么一丢丢的化学物质，却让人类产生了七情六欲，也让生活变得多姿多彩。不过，多巴胺的主要作用并不是让人们在获得奖励后感到快乐，而是驱动人们产生获得奖励的动机。比如你吃一块巧克力很开心，大脑会记住这个感觉，下次再看到巧克力的时候，多巴胺会激活大脑中的奖赏回路，你还没吃呢，就已经有了纵享丝滑的感觉，也就产生了吃掉它的冲动。你看，
多巴胺是在快乐之前就被释放的，所以它不是直接给你带来快乐，而是让你对快乐产生渴望。但如果你不吃这块巧克力，渴望得不到满足，痛苦也就随之而来了。科学家们发现，大脑中处理快乐的区域跟处理痛苦的区域是重叠的。这就像我们大脑里有个天平，两端不放置任何东西的时候，天平处于平衡状态。当我们吃巧克力、玩游戏、刷手机的时候，这个天平就会向快乐的一侧倾斜，倾斜的幅度越大，我们就越快乐。不过，任何生命系统都有一种强大的自我调节机制，大脑会努力让天平保持平衡，它会在另外一侧施加等量的压力。你可以想象成一群痛苦精灵跑了过来，坐在另外一边。当快感体验慢慢消退，天平也就自然而然地向痛苦那一侧倾斜了。所以有时候刷了一上午手机会感到空虚，出去旅游回来会感到失落，就是这个原因。你想摆脱空虚、失落的感觉，就得继续在快乐的一侧增加砝码，所以你不得不再来一块巧克力，再玩一把游戏。但这里有个问题，其实也是多巴胺在作祟。它让我们对奖赏始终保持渴望的一个很重要的机制，叫做奖赏预测误差，就是说实际的奖励得超出预期才行。第二块巧克力要比第一块更丝滑，第二把游戏要比第一把更刺激，否则多巴胺的效应就会降低，产生的快感也会减弱。这被称为神经适应，相当于你这边加码了，痛苦精灵也越来越多。问题是你追求的快感是短暂的，是有上限的，而那些小精灵们是长期的，是无限量的，他们在另外一侧安营扎寨，铁了心要给你打持久战。最终你还是斗不过他们，你能感受到快乐的门槛会越来越高，而小精灵们给你带来的痛苦却越来越深，天平也不再平衡，而是始终向痛苦的一端倾斜，造成了快感缺失。所以对于重度成瘾者，你别说让他们戒瘾了，正常生活就已经是一种痛苦了。有些吸毒成瘾的人，那些毒品对他们来说可能跟盐水差不多，但没办法，他们就是戒不掉，因为只有继续吸，他们才能让天平恢复平衡。这看上去有点讽刺啊，追求极度快乐的人，结果却无法享受任何形式的快乐。上瘾可能一次就够了，但戒瘾需要多久呢？1年、10年。我再说，你可能都要骂骂咧咧关掉视频了，先别急着跑。事实上，根据伦布克教授的临床经验，重置大脑奖赏回路所需的最短时间一般是1个月。我们看着好像也不长，但真要让你1个月不刷手机、不打游戏、不抽烟、不喝酒、不干你最想干的事儿，你真能忍住吗？而且一个很大的问题是，这1个月我该干点什么让自己熬过去？你可能会想，能不能用低多巴胺的事儿代替高多巴胺的事儿？趁早打消这个念头，大脑没那么容易上当。我之前因为减肥，尝试用无糖可乐帮自己戒掉可乐，谁知道无糖可乐就像是钩子一样，让我对可乐更加渴望，结果可乐没戒掉，每天还多喝了1罐无糖可乐。结合书中的建议，我总结了3个方法，都是利用多巴胺的作用机制，让你高效地恢复天平的平衡，而且把戒断痛苦降到最低。1. 以痛治痛。既然负责快乐的脑区也负责痛苦，既然大脑会用痛苦来平衡快乐，那如果我们反过来主动追求痛苦，大脑会不会用快乐来平衡痛苦呢？布拉格查尔斯大学的研究人员让10名志愿者在14摄氏度的冷水中浸泡1个小时，对他们的血液进行采样，结果发现他们血浆中的多巴胺浓度增加了 250%。 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
而且高多巴胺水平的持续时间远远超过了疼痛刺激的时间。也就是说，这个以痛治痛的方法是可行的。痛苦触发了人体自身的内稳态调节机制。当我们主动在痛苦那一段增加砝码时，身体也会用快感来平衡痛苦的感觉，而且往往持续的时间更长。我们应该都体验过痛并快乐着的感觉，比如吃辣椒，虽然是刺激痛觉神经，但真的是越吃越过瘾。比如看恐怖片，即便吓得满头大汗，还是感觉很爽。再比如运动，你坚持跑了5公里，累得不行，也能收获一种叫做跑者高潮的愉悦感。你可以从中选择一种方式。从健康的角度看，运动可能是最佳选择，因为它除了释放多巴胺之外，还可以促进其他神经递质的释放，比如去甲肾上腺素、内啡肽等等。像内啡肽在止痛的同时还能带来愉悦感，而且跟追求快感不同，痛感产生的快乐不仅不会让我们焦虑，反而能缓解焦虑。痛苦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你的情绪会得到改善，注意力更加集中。当然，更重要的是你能在戒瘾的过程中同样体会到多巴胺给你带来的快乐。就像痛苦时我们为快乐付出的代价一样，快乐也是我们从痛苦中获得的回报。2. 物理阻断。对某个事物或者行为成瘾之后，大脑会产生敏化反应，就是说你对跟成瘾物相关的东西特别敏感，他们会把你的瘾勾出来，让你重复成瘾行为。书中有个案例，一位性成瘾者本来戒瘾戒得好好的，第一天他在电视上看到裸体的女性，他忍了；第二天在手机上看到人体彩绘，他又忍了；到了第3天，他再也忍不住了，把原来已经扔掉的工具又捡回来，疯狂输出。所以要想戒瘾戒得彻底，就必须把那些成瘾物以及跟成瘾物相关的所有东西一个不留，统统甩掉。你花钱上瘾，就把网购应用删除，信用卡注销，薪水全部上交；玩游戏上瘾，就把你的账号注销，再把游戏删除，什么游戏机要么卖掉，要么送人；抽烟上瘾，就让家人把家里的烟都藏起来，非必要的话也别跟抽烟的人待在一起。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把你跟成瘾物彻底隔开，不让他们把你内心深处的渴望勾出来。你可不要想着给自己留个回旋的余地，藏点私房钱，留个小号跟别人要烟，这么做还不如不戒，因为你一旦降低自己的标准，你的标准会越来越低。我之前戒游戏就是这个样子，想着反正也玩了一把，不如再来一把，最后小号练得比大号等级都高。当然我也知道这么做不轻松，但舍不得逼自己就戒不掉瘾。你可以搭配第一个方法，反正都能刺激多巴胺的释放，大脑不会在乎你是在自虐还是在放纵。3. 激进诚实。没有哪个人会主动承认自己有什么瘾，甚至还会用各种方式来掩饰自己的瘾。反正我以前去网吧玩游戏，总是骗爸妈说去同学家复习功课，害怕挨打，这是一方面，主要的原因是我自己也清楚这不是一个良性的行为，所以只能通过撒谎来欺骗自己和别人。这么做的原因除了羞耻感，更重要的是切断了大脑奖赏回路和前额叶皮层的联系。成瘾时，大脑的奖赏回路会被激活，说谎又抑制了前额叶皮层对奖赏回路的约束作用。前额叶皮质负责理性决策和未来规划，导致的结果就是大脑真的以为你没有成瘾，你只是放松一下，消遣一下，更不需要戒。所以很多成瘾治疗方案中都涉及到强化和重建二者的联系，而说实话可以做到这一点。研究人员发现，刺激前额叶皮质可以提高一个人的诚实度，反之亦然。当我们承认成瘾的时候，前额叶皮质的活动也能得到加强，提高自控力，让我们更理智地选择延迟满足。具体做法就是瘾上来的时候，你在心里默念，我有某某瘾，我要戒掉这个瘾。如果放得开，你就找身边的人郑重其事地跟他宣布这句话。
这么做比在心里默念的效果更好。首先，这种仪式感对前额叶皮质的刺激作用更大。其次，人都是社会性动物，演一次可能是假的，演100次那就是真的了。最后，你给这么多人说过了，他们都起到了监督作用，哪天你固态复萌，让他们看见，面子往哪儿搁，对吧？这3个方法叠加使用，相信我，你一定会体验到改变的快乐。我现在就是每天早上坚持打球和洗冷水澡，完了，真的感觉很爽，而且工作起来也更加专注和精力充沛。最后想说一点，我们不要觉得自己对什么上瘾就可耻，很多情况下真的不是我们想摆烂、没上进心、没意志力，而是现实的压力让我们喘不过气。不过现在我们也知道了，那些逃避现实的成瘾活动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造成更严重的问题。重新认识多巴胺。幸福感是我们每个人都渴望的状态。升职加薪、约会成功、赢得游戏，这些都能给我们带来愉悦。我们对这些发自内心的渴望，要归功于一系列神经物质，比如多巴胺和血清素。多巴胺会让人充满激情和积极性，它是激发我们做某件事的动力和源泉。血清素则让人感觉平静安宁，带给人治愈感。今天我们就聚焦多巴胺，看看它如何让我们产生渴望甚至沉迷。多巴胺是一种神经传导物质，帮助细胞传送脉冲，它传递兴奋及开心的信息。如果多巴胺源源不断分泌，人们就会持续产生幸福感。但多巴胺可没这么好说话，它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会分泌。通俗地说，你得打赏它，它才会为你服务。因此，多巴胺被戏称为分子界的金卡戴珊。我们可以用卡戴珊效应来模拟多巴胺的作用。你打赏它，它对你笑了，你心花怒放；你不打赏，它就不理你，你开始失落消沉，就想再打赏它，博它一笑。但当它第2次笑时，你发现已经没有第1次那么诱人了。这时你不再满足于看它笑，开始想方设法升级打赏。如此一来，越陷越深，从渴望变成上瘾。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大脑会发生3种变化：敏化反应、脱敏反应和脑前额叶功能退化。敏化反应，大脑神经受刺激后，会对能产生兴奋感的相关信息更敏感。脱敏反应，重复兴奋行为时，大脑区域产生耐受性，多巴胺分泌减少。脑前额叶功能退化，导致人们控制冲动和预知后果的能力减弱，从而失控上瘾。正常情况下，多巴胺分泌波动不大，我们能控制自己的行为。但如果牵扯上一些不好的东西，多巴胺就会变得暴躁，让人难以自控。德国一项研究表明，经常浏览某些特定内容的人，其大脑负责奖励和动机的区域会变得更小，更不活跃。说白了，就是会让大脑萎缩，变得麻木。这是因为这类内容刺激大脑加速分泌多巴胺，多巴胺持续堆积，让大脑处于极度兴奋状态，久而久之，大脑的阀值变高，一般内容已无法满足。只有更劲爆的才能继续刺激多巴胺分泌，引起兴奋。所以这种行为最终让你越陷越深，对其他事不感兴趣，一边自责一边放纵。再来看一些高风险活动，比如赌博。踏入赌场的瞬间，谁都别想全身而退。现在网上有很多类似平台，甚至有人通过社交软件拉你入伙。哪有那么好的事儿？素未谋面就带你发财？其实就是利用人们的贪欲钓鱼。刚开始门槛低，让你尝点甜头，赢钱后大脑分泌大量多巴胺，让你盲目自信。赚了钱想赚更多，等你把钱全投进去，就成了韭菜。还有一些极端物质危害最大，前2者都有循序渐进的过程，而它们能直接让人飞上天，刺激多巴胺分泌量可能是前2者的数十倍，带来10倍以上的快感。一旦尝试，人们就再也不会对其他事情感兴趣了。就像让你吃了一次满汉全席，再让你吃馒头白粥，肯定难以下咽。
当然，极度亢奋之后的空虚也是难以想象的，人们会想方设法再次寻求那种体验，要么在追求，要么在追求的路上如同行尸走肉。说到这儿，好像多巴胺独自承受了这一切。其实，读懂多巴胺的工作原理，我们就可以正向引导，让它为我们服务，带来积极性和幸福感。除了奖赏能刺激多巴胺分泌，挑战和希望也是多巴胺的心头好。我们上学时面对难题喜欢钻研，解出答案时兴奋无比，这是挑战刺激多巴胺的结果。再比如创业，虽然忙到爆，累到死，但想到公司将来步入正轨，身体就充满能量，因为希望也能促进多巴胺分泌。而多巴胺最讨厌什么呢？是按部就班，一成不变。每天工作生活机械重复，多巴胺就会罢工，整个人也会低迷消沉。既然多巴胺喜欢希望、挑战和奖赏，那我们就投其所好，让它乖乖听话。一、制定目标，让大脑有的放矢。那些没有目标的人，往往对什么事都提不起兴趣，持续的漫无目的会让多巴胺消极怠工。你可能会想，不能再这样消沉下去了。但经验告诉我，这没用。因为大脑思想必须有焦点，它只能决定想什么，决定不了不想什么。这在心理学上叫做白象效应。你越努力不去想白象，白象越在脑海里。而如果你开始想白马，就会很快忘掉白象。这个白马就是我们给自己制定的目标，不必长远、宏大，可以是当下可执行的小目标。比如今天要记10个单词，这周要看完一本书。完成这些小目标后，多巴胺就会工作，你感到快乐满足，也会想继续实现目标，这就是积极自律的状态。2、不断挑战，培养游戏心态。我们都知道学习工作不易上瘾，但玩游戏特别容易，其实就是很好的利用了多巴胺。游戏不断增加冲关难度，越到后面装备奖励越好，我们也会不断冲关升级。其实人生就是一场游戏，成长就好比打怪升级，把这种思维转移到工作生活，枯燥内容就会变得新鲜好玩。原定1小时完成的工作，你可以挑战40分钟完成；计划每天跑5公里，你可以挑战6公里。挑战成功的畅快感跟赢了游戏一样，前期可以是一些小的挑战，然后不断增加难度，从青铜到王者。当这成为习惯，你会发现自己每天都充满能量。3、发现奖赏，充实生活中的小确幸。有了目标，习惯了挑战，还要持续下去，这需要我们适当打赏多巴胺。这个打赏可不是真的花钱买，奖赏可以是有形，也可以是无形。发现奖赏的目的是让你重视一些小的反馈，让你重拾生活中容易忽视的小确幸。比如看书，分享给朋友，朋友的称赞就是奖赏；锻炼身体，看到身材变好就是奖赏；学理财，看到收益增加就是奖赏；做视频，大家的点赞分享就是奖赏。你可能会说，这也算奖赏吗？当然算。想想我们小时候是不是会因为老师一句夸赞而自豪，因为小伙伴1颗糖而开心？但现在我们忽视了一些小的奖赏，无法刺激多巴胺，也就发现不了生活中的那些小确幸。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条件一般也很幸福，而有些人即便家境殷实，还天天郁郁寡欢。多巴胺需要希望、挑战和奖赏，但它终归是一种化学物质，分不清我们给的是正向还是负面的。这需要我们去分辨，积极引导，合理调控。它向左或向右，都得由我们自己来左右。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谢谢您耐心观看。如果您有任何建议和想法，欢迎在下方留言。如果您觉得这些内容对您有所启发，还希望您能多多支持，将它分享给更多的朋友，我会非常感激。一个人可以走多远，关键在于与谁同行。愿成长之路有你我相伴。关注我，我是才知道，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